2006年，五角大楼在新闻发布会上打出一个响亮口号：全球战斗机。这不是一句夸张的广告，而是字面意义上的承诺。史上最大规模的战机合作计划，8个盟国掏钱入股，几十个国家排队下单。F-35就像一部超级大片，还没上映就已经卖断货。媒体形容它是世界偶像天团里的 C 位，可另一边，飞行员和媒体却给了它个很接地气的外号“肥电”，因为它啥都想干，要隐身，要舰载，还得能垂直起降，就像是空中的瑞士军刀，样样能干，但整体沉重。这就是 F-35的矛盾气质：预算狂飙，交付拖延，功能缩水，新闻头条年年是负面，一边是全球偶像，一边是万人吐槽。它是冷战后美国军工全球化的最大试验，也是争议最多的神话。有人说它是未来30年的战场支柱，也有人说它是军火商的营销奇迹。而今天我们要把这场争议掰开揉碎，从源头聊起。故事要从1990年代说起。冷战结束，苏联解体，美国空军的第一反应不是天下太平，而是钱没了，预算骤减。可问题是，盟友们的战机一架架都在老龄化， F-16已经飞了20年，海军陆战队的要是靠垂直起降勉强撑场面，连优猪 A-10攻击机都在考虑退役。各军种的需求清单一摆上桌，空军要空优多用途，海军要舰载机，海军陆战队要短距起降，盟友则希望买得起修得动。换句话说，大家都想要新飞机，但没人有钱各造一型。于是五角大楼抛出一个堪称赌博的方案， JSF 联合攻击战斗机计划。口号很简单，异型飞机3个版本全球通用。逻辑听起来很美妙，用同一条生产线，同一套技术底子去满足不同军种和盟友的需求，靠规模经济把单价拉下来。就像 iPhone 出3个内存版本，但外观和系统都一样，降低研发成本，还能统一售后。1996年，这个世纪合约正式开跑，2家公司入围，洛克希德马丁的 X-35对上波音的 X-32。投标大战的画风堪比一场超级碗。波音的 X-32长得说实话有点像一条大嘴鲶鱼，胖头大肚子，甚至被内部人戏称世界上最丑的飞机。而洛马的 X-35则线条流畅，造型未来感十足。而决定胜负的不是外观，而是能不能真的3合1。关键考题就是 F-35B， 海军陆战队要的短距起飞、垂直降落型。波音的 X-32在垂直起降试验里差点趴窝，推力不足，险些从平台上掉下来。洛马的 X-35B 则依靠普惠公司的升力风扇方案，漂亮地完成了短距起飞、超音速巡航、在垂直起降的3连操作。2001年10月26日，美国防长宣布 X-35获胜，进入量产。这一天，洛马拿下了史上最大的一笔军购合约，代号 F-35。当时媒体的标题写得很浪漫，天空的 Windows 系统从此上线，意思是未来几十年，全世界的盟友都要用上这套操作系统。但没人想到，这场豪赌的代价会是后面20年无数的争议和吐槽。如果说 JSF 是一场世纪豪赌，那它的疯狂的赌注就是一句看似无害的口号：3型一体。空军要 F-35A 常规起降型，海军要 F-35C 航母舰载型。海军陆战队更狠，直接摊牌，老子要一架能短距起飞、垂直降落的 F-35B。听起来很合理，对吧？就像手机厂商说，我要一款机型，既能打电话上网，又能拍照拍视频，还能玩游戏。问题是飞机不是手机。先说 F-35A， 它是全家里最正常的孩子，它起飞降落方式和 F-16差不多，内置机炮，机体重量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，是整个项目里唯一能按时交付的乖宝宝。然后是 F-35C， 这就是海军的定制豪华版。为了能在航母甲板上弹射阻拦，它加大了机翼和尾翼，结构强化，起落架更粗壮，翼展比 F-35A 大了 2.4 米。问题是翼加料机体重量上升，飞行灵活性下降，光是舰载适配就让整个设计延迟了好几年。最离谱的是 F-35B， 它必须像钥匙那样在简易跑道上跳一下就起飞，甚至能垂直落下去，这要求简直是雾里外挂。洛马的工程师想了个绝招，升力风扇。想象一下，你在飞机驾驶舱后面塞了一台大号电风扇，起飞时用离合器把发动机动力分流，一半推飞机往前，一半拉风扇往上吹，这样飞机就能像电梯一样笔直升空。听起来很酷吧？可现实是，风扇直径 1.27 米，占据机身宝贵空间。风扇和传动轴增加了近 1.5 吨重量，机体结构必须为了这个风扇重新布局，油箱缩小，
航程减少。每次垂直降落时，尾喷口和风扇上下对冲，地面温度能瞬间飙到1700摄氏度，把甲板烤得像烤箱。飞行员常说，我们开着的是自带 BBQ 功能的飞机，这就是三型一体的残酷现实。为了满足 B 型的短距起飞、垂直降落需求，整个 F-35家族都背上了超重的诅咒。结果就是气动设计受限，机体显得笨重，研发进度被拖慢，所有型号都跟着延误。空军和海军抱怨，为啥我们要为海军陆战队的风扇买单？但换个角度看，这也是 F-35的真正野心。它不是某个军种的飞机，而是把盟友和军种全绑进同一个系统里。工程师痛苦，飞行员抱怨，政客却拍手叫好。你们都骑上这匹马，就谁也下不来了。如果说 F-35是一场军工界的偶像选秀，那它的最大标签不是隐身，而是2个字：烧钱。光是研发费用就已经突破4000亿美元，这不是打错零，而是实打实的史上最昂贵军机研发项目。换句话说，光是把它造出来，你就能买下一个中等国家的 GDP。可怕的不只是研发，一旦加上未来30到40年的使用和维护，全寿命周期预计高达1.7万亿美元。这个数字大到让人麻木，它意味着什么？可以修完全美国的所有高速公路，可以买17艘航母，外加满编的舰载机，甚至可以直接把 NASA 的登月预算再翻几倍。所以有人调侃 F-35不是战斗机，而是飞在天空里的美债。单价的故事更像一场过山车。刚出来的时候，一架 F-35要价超过2亿美元，比黄金还贵。随着量产爬坡，单价才慢慢降到7000万左右。政客和军火商拿着这个数字四处宣传，看我们控制住成本了。但飞行员和后勤部门的心里却在翻白眼，因为飞机买得起不等于养得起。F-35的维护成本依然高昂，平均飞行1小时的成本接近8万美元。更糟的是，它原本引以为傲的 ALIS 后勤系统被说成是飞机带的拖油瓶。按设计 ，ALIS 本该是智能大脑，自动诊断、预测维修、优化零件供应链。结果上线后 bug 不断，经常出现飞机好好的，系统却报错要你停飞。反过来也有飞机出问题了，系统说一切正常。于是媒体和飞行员对 F-35的评价就分成了2个极端。支持者说它是未来战争的 iPhone， 贵是因为它功能全；吐槽者说它是军工界的 Windows Vista， 漂亮却满是 bug。最终，这家号称平民级的全球项目，硬生生把自己做成了世界最贵的军机家族。问题也随之抛给所有参与国家：到底是继续砸钱把它养成真正的未来支柱，还是接受它就是一个无底洞？说到 F-35，最容易让人迷糊的一点就是它到底是神机还是坑爹货？答案其实很尴尬，两面都对。先说真本事。F-35最大的杀手锏不是速度，不是机动，而是它的传感器融合。过去的战斗机，飞行员要同时盯雷达、红外、电子战系统，好几块屏幕像是在玩多开网游。F-35不一样，它能把所有传感器的数据整合在一起，再通过一个大屏幕和头盔显示器送到飞行员眼前。换句话说，你不用自己拼图，它直接给你一张全景地图。加上数据链， F-35不仅能看，还能分享。它能把情报实时传给其他飞机、预警机，甚至地面指挥部，自己充当一个移动战场 WiFi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 F-35不是单纯的战斗机，而是一个战场节点。演习数据也很唬人，在美国的红旗演习里， F-35曾打出过惊人的击杀比，几10比0。换句话说，在模拟对抗中，它几乎没被敌人打死。跟盟友一起联合测试时， F-35也多次证明，它能在敌人发现之前就先一步发动攻击。听起来不错，对吧？但现实永远不会完美，问题一个接一个，航电 bug、屏幕死机、软件出错，飞行员只能靠经验硬撑。头盔延迟，那顶价值40万美元的 HMDS 本来是科幻装备，但有时画面会延迟，结果飞行员抬头一看，敌机早就飞走了。发动机火灾，曾经出现过高温引发的安全事故，让人担心它的可靠性。软件更新迟缓，每次迭代都要几年，很多功能明明写在 PPT 上，但交到飞行员手里时还是半成品。所以飞行员的评价很分裂，有人说它就是 iPhone， 操作直观，功能强大，飞一次就回不去；也有人冷笑，它就像一个半成品，开着开着还得自己当测试员。结果就是 F-35的形象在公众眼里越来越极端，你要么把它当作未来战场的超级节点，要么觉得它是军工复合体卖给世界的最贵实验机。而这种神话与漏洞并存的状态，正好勾勒出它最真实的样子。如果说 F-35是飞机，那它更像一场庞大的金融与工业绑定计划。你看
他的投资名单简直就是一份北约和盟友出勤表。英国、意大利、荷兰、加拿大、澳洲、丹麦、挪威，再加上后续加入的日本和韩国，每个国家都不只是买飞机，而是直接投钱进来，变成股东。这套逻辑很聪明。以前买飞机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今天则是先投钱再分工，最后才能买。这样一来，你买的不只是飞机，而是一整套产业链和未来作战生态圈。比如英国负责设计和制造机翼，意大利建立了全欧洲唯一的组装厂，荷兰的企业负责维修和升级，澳洲则被分配到后勤保障和零部件供应链。一架 F-35身上零件几乎分布在数十个国家，这带来一个关键后果。当你买了 F-35，不仅是买飞机，更是把你的空军命脉绑在了美国的工业体系上。你以为自己有独立的空军，其实发动机大修要送回美国，核心航电要等软件更新，零件供应链要看华盛顿的脸色，战略意义就呼之欲出。F-35是武器，也是外交手段。美国通过这套全球化军工网络，把盟友牢牢拴在自己的安全体系里。未来30年，你想更新战机，只能继续在落马的生态里升级；你想脱钩，抱歉，零件和维修体系早就锁死了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调侃 F-35不是战斗机，而是飞在天空的北约绑定契约。这既是空军装备，也是地缘政治的超级筹码。站在今天看， F-35已经成了全球最庞大的隐身机群，3000多架的订单，几十个国家的同步服役，它的规模优势是前所未有的。你要说这是全球偶像，一点不夸张。几乎任何一场联合军演，天空里都会有几架 F-35把存在感拉满。但问题也来了，偶像火得快，被吐槽也是一样猛烈。对手也没闲着，中国的歼20已经形成战斗部队规模，强调远程拦截与超远程导弹配套。俄罗斯的苏57虽然量产不多，但也在不断试水新战术，更别提美国自己已经把6代战机 NGAD 推上日程。换句话说， F-35这个当红偶像一边在拼命营业，一边还要防止下一代新人直接抢舞台。所以关键问题是，它到底是个过渡机型，还是能在未来30年依旧维持领先？支持者说它靠的是体系化优势，数据链、传感器融合、信息节点，决定了它不仅是一架飞机，更是一块拼图，插进美军的作战网络里才显威力。反对者则冷笑，这就是一台飞在天上的 iPhone， 升级靠软件，bug 永远修不完，战斗力全看更新速度。于是争议就落在一句话上， F-35是全球偶像，还是其实只是一个被过度营销的万人吐槽机？它到底是历史的英雄，还是历史的段子？答案可能要等未来几十年的战场来揭晓。喜欢这期内容，别忘了点赞订阅。下集我们要聊无人战争，从捕食者到收割者，他们是如何一步步把战场变成遥控游戏的。我是 Rain， 下期见。